这眼神不对啊。师傅说让我蒙脸，看来不是开玩笑。可我这脸究竟怎么了？君言，小道出来催献，见此处守卫森严，可是出了什么大事？红玉郡主将至，我等正恭迎奉驾，要进城便快些。传信兵一到，城门即刻进行。红玉郡主，崔县是他的封地，他却一直住在深宫，从未亲自来过。偏偏这个时候来，难道强征童男童女之事真与朝廷有关？先去茶馆把包袱取回来，正好此看看老板还记不记得我。只是要验证此事，恐怕就得露脸。师傅，醒醒，我这脸究竟怎么回事？孽徒，为师都快死了，你还不让我睡安徽？师傅，若你一开始说清楚，我也不至于吵醒你。我看着没什么毛病，可旁人看我的眼神很不对。让你蒙面你不听，现在知道麻烦了。师傅，别卖关子了。你刚刚凝练气海，灵气入体，正在拔毛洗髓。凡人看不见灵气，可在他们眼中，你这副皮囊便像是在发光。不仅如此，你呼吸吐纳之间也有灵气残留，旁人吸入体内，自然会对你心生好感。若只是寻常容貌，最多添几分仙风道骨，可你这张脸确实有为师当年几分风采，魅惑效果便尤其明显，所以寻常人见了你只会觉得天神下凡，一眼难忘。这不就是自带美颜？不对，还自带魅惑。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？你是纯阳之体，又年轻，体内杂质不多，最多1个月。1个月吗？倒也够了。孽徒，你想干什么？这种东西对付不了苏纯一，凝气境以上修士都不受影响。师傅，我是小魔头，不是小傻子。再说了，苏姑娘与我是君子之交，哪里用得着这种手段？那你究竟想做什么？崔县是红玉郡主的封地，苏姑娘查到强征童男童女的命令来自朝廷，如今她刚好要来崔县，你说此事与她无关，我是不信的。你这小魔头想使美男计？朝廷的事错综复杂，找县令未必好使。既然红玉郡主要来，便没必要舍近求远。只是想见她，还得先有名气。眼下该去验证一下自己这小神仙的名头是否已经传遍崔县。茶馆出了什么事？你是县长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慢慢说。县长恕罪，你留在这里的包袱被人抢走了，茶馆也被封了。掌柜为了护我，被他们打成重伤，大夫说怕是撑不了多久了。谁做的？一伙外来的恶客，有10几人。他们听我说县长与那位仙子绒毛绝世，便骂我吹牛。我与他们争了几句，他们就砸了店，打断了我的腿，还抢走了县长的包袱。报官了吗？报了，可衙门说县太爷事务繁忙，让我们回去等着。我听说那些人给衙门送了不少银两。小人多嘴，连累了县长，还请县长恕罪，只求县长救救掌柜，所有过错都在我一人。外伤的话，以温水速服1粒，应该能保住性命。你也吃1粒，腿能好得快些。他们现在在哪儿？他们临走前留了话，若是不服，便去横刀客栈找天字4号房。横刀客栈，最近崔县来了许多江湖人，寻常客栈怕惹麻烦，大多不敢收外来人。那些外来的江湖客，多数都住在横刀客栈，那地方规矩重，进了门便不许动刀动枪。那些人敢把地方留下，想来也是不怕县长去找他们。去救掌柜吧，以后少做这些口舌之争。怎么，这又心软了？又要行侠仗义了？心软说不上，只是师傅，若非遇到你，我或许比这伙计更惨。这世间没有因果报应，实在令人不快。你怎么不说他没遇到你便不会挨这顿毒打呢？有这种收钱包庇恶人的县令在，他迟早要挨这顿打。与见没见到我关系不大。你小子不学开口禅，可惜了，不如拜入涅槃宗。他们收徒没条件，杀了他们的人也无妨，念一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便行。有头发谁要当和尚？我还要娶妻生子呢。等你破了纯阳之身再说这话吧。这江湖好像又有点意思。今日来是要扬名的，
便稍微欺负一下凡人吧。今日来是要扬名的，便稍稍欺负一下凡人吧。左边一推就开，右边却沉若千金，有意思。这是从进门就开始给江湖人分3、6、9等了。这位小道长，是想进这铜门又推不开吗？要不要我帮你啊？开门费只要10两哦。大水冲了龙王庙，公子已经到了啊。姑娘怕是认错人了，你我素未谋面。没错没错，天字4号房对吗？公子与我虽未谋面，我却久仰大名，原以为传言夸大，今日一见才知名不虚传。姑娘也是天字4号房的人，还谈不上，我也是今日才到。听闻公子广招豪杰，欲救那些被掳孩童，我本事不大，也想来凑个热闹。哦，倒忘了自我介绍，本姑娘姓蓝名石，青出于蓝的蓝，他山之石的石。江湖朋友抬举，唤我一声小妙手。瞧，本姑娘这手艺不差吧？这姑娘未免太过热络，3言2语间便透露不少消息。天字4号房里，可若真是为救孩童而来，又怎会随手伤人？姑娘打开这门，不怕我跟你一起进去，坏了这客栈的规矩？混江湖又不仅仅是打打杀杀，也要讲人脉的嘛。何况公子不是早进过铜门了吗？蓝姑娘与我初次见面，如何能认得出我？这怎么可能认错？公子这张脸，世上哪找得出第2张？没见你之前，我只当那些传言都是夸大，什么一见公子误终生，哪有这般邪乎？我也见过不少被人吹上天的绝色人物，真见了，不过是皮相好些，气度清高些。可公子不同，方才只看了一眼，我都险些失了神。嘻嘻，幸好我年纪还小，还没到想男人的时候。聊了半天，硬是没说到点子上。公子近来真是风光，听说不少绿林好汉都来投奔，要与公子共商大计。什么裂谷狂鳌、黑山追煞、九指脱皮鬼，可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呢。这对吗？这帮人名号一个比一个凶，凑一起说是救孩子，确定不是要造反？照蓝石的说法，那位公子该是个英俊男子，可眼前这些武林人士，男的至多五官端正，倒是女侠们个个不差。莫非那位公子不在此处？福英姐姐，你怎么也在这里？小石头，这位少侠是谁？福英姐姐，你看这张脸，还需要我介绍吗？自然是江湖第一美男子江时月江大公子。哪个不要脸的下流古色，敢冒充我家公子的名号？他不是裂谷狂傲吗？听闻他最喜欢捏断别人的腿骨。公子，他不是来投奔你的好汉吗？捏断别人的腿骨吗？看来没找错人。是你打断了百叶茶馆那位伙计的腿吗？老子打断的腿不计其数，哪知道你问的是谁？我再问一次，百叶茶馆的掌柜与伙计是谁打伤的？不是说横刀客栈不许动刀枪吗？确实不许动武，小心！卑鄙小人，安敢伤我恩公！恩公，将他收入万魂幡，老夫让他再也做不得恶。先不忙动手，让我问个清楚再说。这位朋友有什么仇怨，可以在客栈外解决。横刀客栈的规矩，想必你也清楚。掌柜的，横刀客栈不许动武，他先动手，你没看见？他已被你重伤，算是受罚。可你坏我客栈规矩，又砸了地板，这笔账怎么算？喝醉了也算借口。如今我也喝醉了，掌柜能宽容吗？可以。等你脑袋也塞进地板时，我也能通融。这些年敢在横刀客栈撒野的人不少，可你猜，他们最后都去了哪儿？蓝姑娘，
子且慢，我只是认错人，什么都不知道。事到如今，蓝姑娘还在野，倒比我想的近。在我进客栈之前，你便已经在等我了，对吧？公子误会了，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为何要害你？见公子天人之姿，我喜欢还来不及。只要公子愿意，哪怕让我自荐枕席都可以啊。哦，真的吗？公子是个正人君子，怕是演不来好色之徒。活了许多年，确实没试过做什么恶事，经验略有不足。不过没关系，学坏不难，只看你是否要逼我去学。此地不宜久留，请公子解开法术，我们换个地方说。不必，我本就是来找麻烦的。更何况，不正是你把我引到这里来的？公子所言不差，我早就在百叶茶馆外等着，已经等了2天。专门等我？公子当真是仙人吗？略通法术，但算不得真仙。想必公子也知道崔县强征童男童女之事。知道一些。可公子未必知道，那位江公子召集江湖人士，并非为了救人，救人只是幌子。愿意投靠他的恶徒被他收入麾下，真心想救人的侠义之士，则会在宴上被灌醉，连夜交给官府。交给官府？这座客栈表面是江湖客栈，实则早与县爷勾连。我曾潜入县爷大牢，亲耳听见他们谈话，这才知道真相。所以你将我引来，是想让我与他们动手？是，我杀不了江公子，也救不了那些孩子。原本我只是想求公子习助，可我不知道公子与江公子究竟是什么关系。若公子与他是一丘之貉，我开口便是送死，所以我只能先把公子引到这里。不管你们原本是否相识，只要能打起来，我便还有一线机会。只是没想到，公子当真是仙人下凡。既然是你故意挑起事端，那便算你欠我的。公子说的对，我欠你的，我一定还，我什么都愿意。真的什么都愿意？愿意，请公子给我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。那你去为我取些东西来。啊，原来是取东西啊！崔县强征童男童女，疑似是朝廷命令，去县衙将所有相关文书给我偷出来，还有县令勾结江湖人士，涉及陷害侠义之事的证据，一个不漏，给我送来。这崔县的县衙比州府还要守卫森严，我怕死就入我万魂幡吧，死了就不怕死了。不，公子饶命，我这就去。怎么，不是真心放人啊？我只是觉得，这小姑娘不只是个义贼那么简单。何以见得？刚才这小姑娘所言，我没听出有什么破绽啊。我也没听出破绽，只是初到陌生之地遇见的第一人，多半不简单。这算什么证据？听着像疯子臆想。就当我多疑吧。唉，若我修为再高些，直接搜魂便是。想什么呢？通玄境搜魂都难，神魂脆弱，稍一挣扎便会脊背崩溃。是啊，所以才麻烦。既知他有隐瞒，为何放他？收入万魂幡几日？不信他不招。若他真是个义贼，回头苏姑娘回来，咱们要怎么解释？师父，你想求清河剑牌救命，可就难喽。唉，终究是为师连累你了。师父，你知道就好。等等，你小子不会是坑我吧？师父，你猜？有种，给老子一个痛快！皱一下眉头，算老子是孬种。你这欺压良善的东西，还挺有荣誉感。世道本就弱肉强食，狼食肉，犬啃骨，弱者只能各安天命。又是这套冠冕堂皇的说辞。野兽相争，是为果腹求生，尔等衣食无忧，却仍欺凌弱小，不过是借强弱之名行暴虐之事。你们那个江公子在哪儿？强征童男童女之事，是否与他有关？让我出骂公子，你想都别想，哪怕粉身碎骨，我也不会告诉你半个字。本来还想先学定身咒，非要逼我先学刑讯逼供。让我看看，如此自搬，哦，还挺难的。画地为牢，折木成家，以尔罪孽，不得超生。不好，遇到同行了。师父，这魅惑之术怎么解的来着？这魅惑之术似乎是残篇，受术之人至少要损耗30年寿命。师父，我问的是破解之法。我说了，这魅术是残篇，所以我也解不了。
我什么都说。原来如此，所谓江湖第一美男子江时月，不过是披着善名的魔修，以媚术操控恶徒，对外称是感化，暗地里却纵其继续作恶。怪不得苏姑娘查不到他，原来他之前竟根本不在此地。如今魔头已经现身，你待如何？等那苏纯一回来，借他的剑斩了这个魔头。稳妥起见，确该等苏姑娘回来再处置。可如今已打草惊蛇，那江公子很快便会知道傀儡被杀，我不找他，他也不会放过我。你这小子又有什么歪主意？师傅，阵法用处极大，修行界以弱胜强，多半靠的便是提前布阵。听说当年河道魔尊也曾被低2个境界的修士以阵法斩杀。确有其事，但厉害阵法既需时间，又耗天材地宝。你从哪儿找这些东西？又想布什么阵？苦厄和尚神魂虽弱，却也是通玄境，若引爆全身精血，能炸死通玄？不可能，他如今神魂残缺，连肉身都没了，拿什么引爆？哼，最多像个闷屁，崩人一脸罢了。缺了肉身，咱们给他找一个便是。你未必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准备。先把剩下的残魂收入万魂幡，以免告状。清河剑派外门陈烨于此诸恶，欲报仇者，7日后黄昏，城南100里孤峰相见。这玉牌可是真货，你就用来骗人？做戏做全套，不然怎么骗得过魔头？你这杀人炼魂又准备炼尸，全是魔门手段，不怕你的苏姑娘知道了直接砍你脑袋？师傅，我有自己的行事准则，罪大恶极者死不足惜，杀了便杀了。如今是苏姑娘有求于我，何必低眉顺手？吃软饭能吃得这么硬，真是个不要脸的小魔头。师妹，你整日板着一张脸，这脸色是给谁看的？师兄若看不惯，尽可去找师父告状。何况师兄有飞遁之术，本不必委屈自己坐马车。师妹，你自幼锦衣玉食，哪知旁人辛苦？能坐马车，何必费力飞遁？你也不必在我面前装模作样。不久之前，你不过是个用来夺舍的皮囊儿，养你10几年，为你花费这么多心思，不过是等着宰杀的那天，跟养一头猪没什么区别。真以为师父松口收你为徒，你便能与我平起平坐了？到头来，还不是要被师父吞了神魂，落个魂飞魄散？师兄这般说，是盼着师父晋升失败，好夺舍了我吗？少挑拨离间，等师父晋升成功，你便没了用处。收集童男童女这点事都办得纰漏百出，到头来还不是要我收拾？等此事了结，我自会让你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。哼！郡主，我回来啦！事情办得如何？崔县之事闹得这么大，终于引来修行者了。那个小神仙不是招摇撞骗，是真有本事，我差点都被他抓了去。可有受伤？没有，我机灵着呢。不过那人当真厉害，很快就发现我是故意引他与江时月的人闹起来。清河剑派总算来了。郡主，我看那小哥年纪也不大，真能对付那些魔头吗？不知道，但总不能坐以待毙。郡主，他在横刀客栈留了口信，说7日后要与江时月决斗，我们怎么办？他既未留下传信之法，为何要你去偷县衙文书？得手之后又该如何交与他？还有，他为何偏偏约在7日之后？你回客栈时，可见到那些被他伤了的武林人士？没有，一个都没见着，连尸体也没有。会不会是被他生擒了？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这个清河剑派的修士，恐怕也是个杀人炼尸的魔头。郡主，不是都说清河剑派是名门正派吗？可我看那位小哥不像魔头啊。善恶哪里能从外貌看出来？你看江时月，难道生得不好看吗？差远了，那位小哥比江时月好看10倍，不，100倍。江时月那厮虽非善类，可改换容貌后，也称得上难得的美男子，比他还好看10倍100倍。糟了，小石头怕不是被魅惑了。我命令你，找到那个躲起来的魔头，杀了他。我尽力。
小石头，以后遇到修行者，千万不能鲁莽，保存自身才是最重要的。啊，郡主刚才不是命我去杀他吗？傻丫头，我逗你的，你连他在哪儿都不知道。修行人若真想藏，凡人岂能找得到？若他真是魔头，那风战书必定有诈。只是为何要误挡江时月？是想逃，还是想设陷阱？魔头绝不会无力而战，他图的究竟是什么？郡主放心，我定不负所托，保全自身为先。此事只是我的猜测，成败看天意。你若真寻到了，留下书信即可，不必独自见他。请郡主放心，我这就去办。不急，那人既约了7日，便是有意拖延。你现在去，反倒可能扑空。今晚先歇息。那今晚还像小时候那样？小石头，千万记住，保存自身才是第一。不要冒险，不要掉以轻心。时日无多，你一定要活下去，替我们活下去。这个清河剑不会的魔头怎么来了？他究竟想要什么？深夜打扰，是我失礼了。不过催线之事，还需郡主为我解惑。不知道长想知道什么？我想知道一切。你究竟是谁？宫中郡主为何会与修行人扯上关系？催线强征童男童女，是否出自你令？又是为谁搜集这些孩子？我可以告诉你，但你先告诉我，你对小石头做了什么？他绝不会出卖我，你怎知他是我的人？放心，我没对他动手脚。原以为他是郡主假扮，如今看来，是我想多了。郡主，快天亮了，既然我已为你解惑，你也该回答我的问题了。不错，是我伪造朝廷文书，令崔县征集3000童男童女，有人要以他们献祭，布下英灵洗魂法阵。英灵洗魂法阵？我拜天武老人为师，他修炼魔功，需3000人做祭品。我恰有崔县封地，便替他征集童男童女。郡主，无需如此，我来得更早些，听见了你与蓝氏姑娘的谈话。清河剑派是你故意引来的，你并非心甘情愿替那魔头做事。事已至此，不妨坦白些，说不定还有转机。你说的像是要救我一样，你不也是魔头吗？魔道中人自私自利，那些孩子的生死，我的生死与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说这些软话，不过是想知道法阵的秘密。魔头都是如此，贪婪、自私、残忍，你还不如直接杀了我搜魂。符文有些不同，但大差不差。郡主，原来你也是邪咒灵童。我若杀了你，天武老人恐怕立刻会心生感应。你是想让我跟那魔头两败俱伤吧？等等，不对，蓝姑娘怎么也是邪咒灵童？郡主，怎么了？郡主，方才闹出这么大动静，只为救蓝氏姑娘，你贵为千金，却宁肯舍命相护，看来你确有苦衷。我知你信不过我，可你既连死都不怕，又何妨赌一次，信我一回？蓝姑娘，你应该知道，我若要杀人，不必如此麻烦。你若想让郡主活下来，便劝一劝她。我真心想救人，不仅是那3000无辜孩童，还有你们主仆2人。郡主，要不我们就试试，反正我们也反抗不了。你究竟想知道什么？其实你与蓝姑娘不是主仆，而是血亲姐妹吧？不错，蓝石是我的妹妹，是我所有弟妹里最小的一个，也是唯一活下来的。从我记事起，那老魔准备了许多夺舍用的皮囊，他几乎每年都会带来1-2个弟弟妹妹。我能感觉到他们与我血脉相连，可他逼我亲手为他们画上符文，将他们变成跟我一样的傀儡。并非每个人都能承受这种仪式。这么多年，只有蓝石活了下来，其他人都死在我的手上。所以你故意引来清河剑派，又把强征童男童女之事闹大，是盼有正道修士救你脱身。确实如此，可惜只引来了道长。你其实并非清河剑派修士，也只是假冒正道，对吗？猜得不错，我确实并非正道修士。不过，
我还真认识清河剑派的修士，或许可以帮你。当真？自然是真的，只是他尚需数日方能归里来。在此之前，还请郡主将那魔头的情报尽数告知，好让我早做准备。他如今是何修为？我对修行所知不多，他早已是通玄境，这次是想借婴灵洗魂法阵，让神魂蜕变，突破化神。还只是通玄吗？苏姑娘也是通玄境，只要拖到她回来，事情便简单了。你能确认天武老人何时出关吗？不知，那魔头平日神出鬼没，我既不知他何时归来，也不知他在何处闭关。他只命我征集童男童女，待事成之后，江时月自会通知他。又是这位江大公子，他是什么境界？气海境。道长要对付江时月，江时月无足轻重，而且杀了他，恐怕会惊动天武老人。郡主，我虽受托来救那些童男童女，但眼下孩子们尚无性命之忧。倒是你与蓝姑娘身中邪咒，若不及时解开，只怕随时有性命之危。若道长真能救我姐妹脱离苦海，我愿意。可别乱说，不求你给我什么回报，别传出去毁我清誉。袭恩忘报这种事若传出去，我还怎么在苏姑娘面前抬起头来？好不容易抱满的大腿，可不能现在就松手。难道真是自己误会了？这人真是好人吗？得罪。两位姑娘见谅，想解除恶咒，郡主府办不到，时间紧迫，我带两位走，能省些功夫。小石头，你平日也是这样飞檐走壁的？倒也差不多，只是他轻功比我厉害多了，背着2个人还能这么快。傻丫头，多半是某种法术，修行之人果然不是凡人能比。郡主，我们是不是也能修行？这位道长看着不难说话，若拜他为师，若这位道长真是好人，若他真能解开那夺舍恶咒，那或许……到了。郡主，这声音我听过。先前只顾着赶时间，将万魂幡和尸骸留在此处布阵炼体，倒是忘了这场面给旁人看见，实在不像救人。你带这两小妞来做甚？血肉早够了，再添也难堪大用。不要吃我！道长，这便是你说的救人之法。师父，你就别吓唬小姑娘了。这2位是我请来的客人，让你蒙面你不听，惹下这么多风流债，等那苏姑娘看见，我看你怎么解释。师父，你能不能别胡乱猜想？罢了，你忙你的，这边我自己处理。这场面的确容易误会，2位若不愿信我，现在便可离去；若还愿意一试，就随我来，我会替你们解开身上的恶咒。若他真心生歹意，也不用如此麻烦。郡主，你说对吗？既如此，便劳烦道长了。我先简单说一下，你们身上的恶咒并非无解，我会取2位鲜血，让师父帮忙捏造2个替身，或许能将恶咒转移。不过替身血脉不纯，我没有10成把握，也可能惊动那老魔头。2位可再考虑几日。今日我先替你们修改身上的恶咒，等替身做好再行转移。郡主，你先请。小石头，你去把风，免得有人打扰。按照道长方才所言，若是真正血脉相连的姐妹，成功可能便越大。郡主请勿多想，即使你们真有亲兄妹，我也不可能用旁人性命来冒险，非我所愿。不，我想问的是，能否将小石头身上的恶咒转移到我身上？如此是否更有把握？啊，倒也不是不行，只是这样一来，郡主你可就……无妨，我受那老魔头操控，犯过不少恶行，早已不想苟活。小石头无辜，请道长别让他知道。郡主若真要牺牲自己，我倒还有一法。道长请讲，只要能救小石头，我都愿意。那是我的法宝，若郡主愿意入我万魂幡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弟子苏纯一拜见掌门。免了免了，苏丫头，我记得这是你第一次出门历练，5代弟子里你天赋最好，
修到通玄境才下山的，也是头一个。多谢掌门夸奖。不算夸奖，你确实天赋出众，只是没想到你这命也不错。出门之前，你师父替你算过一卦吧？卦象似乎不算太好。回禀掌门，师父说我此行福祸相依，需谨慎行事。弟子这几日虽遇不少难题，却也亦有所得，应不负师门所托。对，福祸相依，问题就在这儿，你的福已经到了，祸也就不远了。请掌门指点。你带回来的秘术来头可不小，连我那远在青关山的老朋友都惊动了。你若愿意将这门秘术送给焚香门，他们愿意送你一朵喜魂花。掌门，这门秘术非我所有，那人只是为了救人，才无偿送给清河剑派。如此高风亮节之人，弟子无权替他做决定。想好了，喜魂花可不是一般的好东西。你如今已是通玄，下一步便是化神。晋升化神最稳妥的法子只有2种，而喜魂花便是其中最好的选择。掌门，为何焚香门对这秘术志在必得？大概是与天书有关。许是觉得你这篇秘术属于天书的一部分。天书？请问掌门，何谓天书？哦，那是世人都快忘了的上古传说，你们这些小辈应该没听过。传闻这凡间乃是上古真仙所造，阴阳五行、风水术数都是人为书写，这些规则便写在天书之中。天书包罗万象，得知可掌控天地灵气。差不多便是这种说法。掌门觉得这是假的？未必是假，我确实见过所谓天书，虽然只是片言直语，但确实直指天地本质。但要说得了天书便掌控天地，那多半是谣传。你也学过加减乘除，学过文字笔画，可要说懂了笔画与加减乘除便能掌控天下，这话你信吗？好了，交易与否你自己把握。我清河剑派的弟子想要突破化神，也未必需要焚香门的喜魂花。不过我对这秘术的来历倒有些兴趣，不妨与我说说。你说与他相识时，他不过启灵境。不错，他突破境界用的玄机录还是弟子送他的。看起来年纪很小，即使是长相显得年轻，弟子也肯定他不超过20岁。修行的天才我见过，1年等于别人100年也不是没有，但人情练达的天才我还真没见过。人心何等复杂，一个不到20的少年有这份本事，就他给人算命的手段，给你念的那些口诀，我活了这么多年都未曾听过如此精准的总结。这个叫陈烨的小子多半有所隐瞒，但他确实行事正派，是侠义之士。小丫头莫要心急，我说他有所隐瞒，并非说他心怀歹意。旁门散修过得艰难，当然要对别人藏一手。他为了救助一个陌生孩童，将天书秘术都送了出来，确实称得上义士。这份人情，我们清河剑宗总要有所回报才是，光是一个剑侠可不够。这样，你去问问他想要什么，库中所存的法宝随他挑选一件。还有，焚香门既然愿意用喜魂花来换他的秘术，这事我们也做个顺水人情，愿不愿意换，让他自己决定。既然是他的东西，我们也不好替他拒绝。多谢掌门。多谢什么？又不是赏你的。那邪咒灵童，我会命人尽量救治，能不能活便看其造化。至于你，去多领几张灵符护身。如今福气有了，祸患就不远了。除魔未到，诸多艰险，你要多加小心。弟子谨记，多谢掌门。老陆，你看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你们自己找人换去。那姓陈的小子既然将秘术送你们清河剑派，肯定不介意你们送人，非要绕这一大圈，你诚心为难我是吧？堂堂焚香门掌门抢小辈的东西，像什么话？我早说了，天书不重要，你这死脑筋不听，非要换就自己去。你又何曾听过我的话？你看看你都衰老成什么模样了，还有多少寿元能与天道抗衡？让你飞升，你偏不听，真想死在这里。你说
这仙界是什么模样？我又没去过，怎么知道？你飞升不就知道了？那些前辈们飞升了，怎么都不回来了呢？莫急，我也不会真死在这里。等到最后一日，我会飞升的。你还能撑多久？没多少时日了。既然飞升一去无回，我想再多看这世间几眼。哼，那你就早些过去，在仙界等我。既然你不帮我，那我自己派人去找那姓陈的小子。你总不会阻止吧？要去便去，你们焚香门的事与我何干？不过我提醒你一句，你们焚香门的后辈弟子傲气得很，别弄巧成拙。我可不想在飞升之前看到你们焚香门变成旁门左道。门规越是森严，门人弟子便越少，传承越发艰难。门规若是放松，又容易堕落成魔。我没你这么洒脱。清河剑派是你创立的，焚香门却是我继承的。我不能眼睁睁看着门派断了传承。不说了，你有你的难处，但老陆，你要明白，我清河剑派的剑只论对错，不讲情面。他日你若入魔，我也不会手软。虽说我已有8、9成把握，但终究还是有风险。一旦开始解咒，依旧有可能惊动那天武老人，到时候你马上就有性命之危。郡主当真是丝毫不在意自己的生死啊！我这一生活着本无意义，若不是小石头活了下来，我早几年便自我了断了。想来那魔头也看出来了，所以故意留下小石头的性命。何必如此悲观？你之前受恶人所控，身不由己而已。我害了自己的弟妹，又为逃命，连累宫中许多人。若非贪生，我何至于连累那些无辜稚子？既无宁死之节，又何来无愧之心？我此生虽短，但至少让小石头活得快活。所有罪孽都在我身，等我死了，他便可以替我与其他兄弟姐妹活下去。看来从一开始，他就没准备活下去。那老魔头压根没想放过他们，纵只能夺舍一人，也要将这对姐妹一并除去。动手吧。那老魔头压根没想放过他们，纵只能夺舍一人，也要将这对姐妹一并除去。动手吧。何方小辈敢坏我好事，我必将你抽筋扒皮！明明说好，染血咒不到最后关头不要动用。用这一击剑符，竟还能愈合？试试这个，通玄境燃魂自爆。死！与我同死！入我万魂幡，还有一线生机。多谢道长垂怜，不过我该去陪其他兄弟姐妹了。孽徒，你要消沉到何时？师父无需担忧，我只是略有感慨。你感触个屁！才认识几天的小姑娘与你有什么关系？这世上比她惨的大有人在，她自己不想活了，谁也救不了。师父误会了，既然他一心寻死，我自然不会责怪自己。当真？那你发什么呆？我只是在想，日后若有人也是满身罪孽，却不想死，那该当如何？当无事发生，还是让他了断因果？孽徒，你在映射为师？师父确实犯下不少罪孽，但天下负罪之人，难道皆该一死了之？饿殍争食，胜者得生，便算杀人吗？郡主自幼受魔头所制，为求活命才染上人命，便真是罪大恶极吗？师父当年不也是满门被屠，才为求生堕入魔道，
弟子当初若非怕师傅杀我练功，也不会拜入魔门。幸来师傅未逼我杀人，我才能坦然面对苏姑娘。可若我当真为活命杀了无辜，难道此生便只会以死谢罪？这道理，弟子不能认。你这孽徒究竟在说什么？求生乃是本能，但求生不能作为残害无辜的借口，总要有一种方法来衡量对错，也总该有一种办法，让满身罪孽之人赎罪。关你屁事！气海境的小修士，蝼蚁中的蝼蚁，这是你该想的问题吗？师父，少年人心比天高，本是常理。便是日后蹉跎百年，锐气尽失，如今又何妨一想？若不敢立此宏愿，何谈志在长生？我所求不止长生，还要为天地定一道法度，令凡人与修士皆循此道。狂妄无知！还有，你这孽徒又在欺师灭祖！你以为我听不出来？师父，东西收拾好，我们走吧。去哪儿？你不是在等你的苏姑娘？她自会寻来，我等不等又有何妨？红玉郡主与那魔头已同归于尽，可尚有个小魔头逍遥在外，旁人皆死，凭什么独他苟活？我心情不好，要除恶务尽。听闻清河剑派弟子常年历练，苏师妹想必已经斩过不少魔头。师兄误会了，我也是初次历练。要说除魔未到，我倒是遇到过一个魔头，可惜让他逃了，还险些雷及旁人。师妹不必自责，魔头狡诈，失手也寻常。我当年刚入钢煞，也曾遇上9重钢煞的老魔，仗着师门法宝才与他缠斗半日。后来他弟子来援，我看出老魔护短，便专攻那小魔头，趁其乱了方寸，将2人一并收入五仙炉，炼成飞灰。师兄可曾查明这两魔头究竟犯下何等恶事？这还用查？持万魂幡者多半杀人炼魂，满身孽债，见了打杀便是。师妹若忌惮此物，我倒可教你几门隐遁法术。苏师妹，听说那位散修陈烨避过气海境，他是如何得到天书秘术的？他杀了一个通玄境魔头。气海境杀通玄境？苏师妹，你初次历练，或许不清楚旁门散修的品性，他们为了攀附名门，什么谎话都敢编。魏师兄，催线路远，还是提些速度吧。师妹说的有理。他的剑光怎会这么快？坏了，这下不仅人跟丢了，崔线在哪也不知。满城告诉，难道那些孩子已经不对？人人却暗带带笑，这到底是办丧还是在庆贺？苏姑娘，你总算回来了。比上次的茶好。这次是真茶，不是夜沫子。童男童女之事已经解决了，多数孩童已送还家中，余下的我也让小石头追查安置了。这本是我该解决的事，最后却只是旁观。多谢两位相助。天武老人暗中操控朝廷，借童男童女行夺舍之术。红玉郡主虽难辞其咎，可最后与那魔头同归于尽，也算偿了自己的罪。所以这全城告诉是因为郡主之死？不是，郡主尸身都没留下，外人只当她失踪。崔县带笑是因为我杀了县令，那狗官强征孩童，害死不少人，我杀了他，又顺手清理了一批助纣为虐的官吏和地痞。可惜姜时月没找到，不知是跑了还是藏了起来。县令家人嚣张惯了，逼全城百姓为他带孝，可崔县百姓听说他死了，几乎人人都想大笑3声，于是便有了这副家家带孝，人人带孝的怪境。若我早些察觉，或许能救下郡主，也不必让先生冒险。苏姑娘，魔头作恶，何必怪到自己身上？郡主一心求死，神仙难救。至于我，也不是你的后辈孩童，而是修行之人。你我平辈论交，生死自担。先生说的有理，可师父教我，修行者当为天下苦难人鸣不平。既然是我托先生查案，你的安危自然与我有关。苏姑娘，清河剑派心怀天下，我自然敬佩，也无意质疑贵团门规。只是行侠仗义，也该先明前因。我本可抽身，是我自己选择冒险对付那夺舍魔头，前因在我，与你无关。真出了事，也只能怪我鲁莽，怪不到你头上。多谢先生解惑，此番历练能遇先生，是我之幸。崔县之事已了，先生往后有何打算？我一介散修，气海已成，下一步自然是壮大气海，准备踏入钢煞境。先生若有意，我可举荐你入清河剑派。掌门一赞赏先生，还命我转告先生，所传秘术事关重大，清河剑派愿以法宝相谢。贵派掌门也听说我了？
我这点底子骗骗苏姑娘上课，真见了清河掌门，怕不是一眼就被看穿。苏姑娘好意，我心领了。可我志在长生，未必守得住清河门规。不过分别之前，我还想求苏姑娘一件事。先生请讲。江时月那个小魔头跑了，此人作恶多端，若不除掉，崔县之事就不算真正了结。我想请你帮我找到他。先生所言有理，这一次我不会再让先生孤身犯险了。蓝姑娘，此事该有个了断了。若你有意，便随我们一同前去。等解决了江时月，也算为你报了仇。到时候你便可以无牵无挂，去过自己的日子。小姑娘，你若是无处可去，我可以为你寻一处落脚之地。清河剑派附近有不少富庶安宁的城镇，想要好好过活，并非难事。我知道，凡夫俗子靠脚走路，跟不上会飞的仙人。只是我无处可去，我不想孤独一人。道长，你能教我修行吗？我很能吃苦，我保证不会拖后腿，我什么都愿意。你要修行，却跟我一个散修学。苏姑娘是清河剑派弟子，但凡你能拜在清河剑派门下，那便是一步登天了。我能跟你学吗？姑娘若只是为了追随他而修行，不出1年，你仍旧会跟不上，终究会成为累赘。怎会？我练功从不偷懒。因为你追随的是气海境便能斩杀通玄魔头的人，这等本事，连我清河剑派掌门当年也未曾有过。运气而已，我提前做了些准备。先生无需自谦，你只是修行尚浅。论阴阳五行，你造诣更深，能以气海境斩杀2名通玄魔头，已是无人可及的天赋。我知道你心中还有不服，既如此，便让你亲眼看看先生的手段。我们这就去找那躲起来的魔头，将崔县之事彻底解决。先生稍等，我这就将那魔头找出来。苏姑娘以剑气为阵，推算魔头行踪，这究竟是什么原理？具体如何，我也说不清楚。此术出自无量剑壁，借因果寻人。我曾在受害者尸骸上结阵，便能指向凶手所在。如今在崔县之上结阵，再借先生和蓝姑娘身上的因果，便能寻到那藏起来的魔头。这是将卜算之法融入剑术，厉害之处不止在卜算，更在于能让弟子习剑之时，自然而然掌握寻因问果之法。贵派掌门不愧是天下第一。咦，这魔头怎么还敢留在崔县？大概是觉得最危险便是最安全之处。我们这是等什么？仔细看先生的手段。活树无声息，尘埃不流转。这里不像客栈，倒像一幅画，原来是幻术。这便是仙人手段。魅惑之术，魔头就是魔头，草菅人命只当等闲。本宫杀不杀？你为何咄咄逼人？你究竟想要什么？都是同道中人，没必要拼个你死我活。华夏到了，什么都可以商量。谁跟你这魔头是同道中人？你敢说你不是魔门中人？难道你真以为假冒清河剑派弟子，便没人知道？这位就是清河剑派弟子，你不服，可以问问他的意见。你当我傻？当着清河剑派弟子的面用万魂幡和迷魂香，他若是清河剑派的，我将名字倒过来写。你当我傻？当着清河剑派弟子的面用万魂幡和迷魂香，他若是清河剑派的，我将名字倒过来写。速速投降，入我万魂幡，好好忏悔你的罪孽。怎么会？不过一丈
呼风府一口剑匣，不行，撑不住了。早就猜到你会跑。饶命！我投降！饶命！我还有藏起来的法宝弹药，我可以。真是傻子！收入万魂幡之后，宝藏还不是要吐出来？只是这么直接将它收入万魂幡，苏姑娘只怕会心生不满。这魔头看着年轻，但眉间玉洁，灵光晦暗，一看就知道是用丹药维持容貌，实际上已经快到受尽之时了。气海境一般能活200多岁，而先生今年还不到20，但这魔头在先生手中撑不过3招。你觉得你真能跟得上先生修行的脚步吗？随我去清河吧，你若是寻得修行的意义，将来总有一日能再见。仙女姐姐，我随你去清河。蓝石的问题已了，余下的便是清理残局。满地隐患不除，难免酿疫。那些受魅惑之人，术法未消，也仍是隐患。既然这样，正好借此试试地藏本愿经的秘术。你小子又在打什么歪主意？扔下这群傻子，自生自灭便是了。就算真要破解魅惑之术，你让那苏纯一出手，不是更方便？苏姑娘既在身旁，我便想试试地藏本愿经里的秘术。居、所问、行4术相辅相成，单靠临阵施法难见全貌，须得提前布阵。这座旧客栈酒色财气俱全，又多年藏污纳垢，贪欲、怨念、仇恨早已沉入灵气，正是布阵的绝佳之地。如可知罪。问心无愧，何罪之有？原来如此，这阵法不是先审旁人，而是先审布阵之人。若自己当真罪孽深重，刚才那一勾出的就不只是几缕愧意了。骗人容易，骗自己就难了。即使说着问心无愧，可终究还是对苏姑娘隐瞒了自己的出身。这铁钩虽能触及神魂，却不损神魂，反倒像是在给人一个赎罪的机会。大胆魔头，竟然敢在闹市伤人！我焚香门魏长生今日要替天行道。大胆魔头，竟敢在闹市伤人！我焚香门魏长生今日便替天行道。正道5大门派之一的焚香门，果然是擅长炼丹，连法宝都是丹炉。不能躲，护风符未必能灭火。就这，反火，是我把大派弟子想得太强了，还是苏姑娘太厉害了？逃得倒快，不过初入气海，也敢在我面前逞凶。果然只是反火，既然这样，那该我呢？区区铁钩。我以钢煞淬体，寻常刀剑连皮肉都破不开。像是出味了。还真够坚固，连划痕都没有。铁钩锁炼安罪孽伤人，他一个正道弟子，怎痛得像要魂缠魄散？谁才是魔头？莫非是冒充的？上去将他扒了。恩公，你这神通好吓人，我身子发软，动不了。没想到这秘术还会震慑怨灵。道友莫怪，我只是为了自保。该死的魔头，我必杀你！你要做什么？你敢抢我焚香门的宝贝？道友误会了，谁也不知道修士的储物袋里能掏出什么。我这是自保，木属灵气充盈，
怕是能唤出木刺贯穿我身，我暂时替你保管。胡言乱语，这是防身。阴沉木的，好东西，不对，好危险的法宝。火技部加天蚕丝，水火不侵，也有可能把人裹住，一时三刻化为脓水，此物也危险。你敢！道友莫怪，我也是为了安全。你我初次见面，谨慎些总没坏处。道友切莫误会，我只是保证自身安全而已。看来道友对我误会很深啊！住手！我就剩一件了，这真不是法宝，就是绸缎而已。你不如给我个痛快！修是修的，不就是长生吗？怎么还能把面子看得比命重？清河剑派，一定是苏师妹来了。有她在，我就有救了。今日之辱，必让这小魔百倍奉还。先生可有受伤？这位说自己是焚香门弟子，不知苏姑娘是否认识？这是焚香门魏长生，魏师兄。魏长生，韦长生，这名字还修什么仙？原来真是魏兄。魏兄一表人才，一看便出身不算，方才多有得罪，还请见谅。苏师妹，此人可是魔头，你为何与他如此亲近？请魏师兄慎言，先生乃我至交好友，他只是旁门散修，并非魔头。他手上拿的可是万魂幡，你没看见吗？苏师妹，此人可是魔头，你为何与他如此亲近？请魏师兄慎言，先生乃我至交好友，他只是旁门散修，并非魔头。他手上拿的可是万魂幡，你没看见吗？人心中的成见，果然是一座大山。若手执万魂幡便是魔头，那魏兄如今手执万魂幡，难道也成了魔修？强词夺理，是否强词夺理，魏兄心中有数。魏兄方才被铁钩勾住时，神魂里翻出来的那些旧账，也算我强词夺理吗？既有苏师妹作保，魏某便信这位道友一回。一场误会，还望道友海涵。既是误会，大家都无需放在心上。既如此，道友是否能将我的东西还我？自然。我的玄玉龙纹佩，我的保生丹，我的灵符，卑鄙小人！此仇不报，誓不为人。分赃时候到了，苏姑娘，这东西你应该用得上。先生是何时取下这些法宝的？散修嘛，总要懂些奇门杂术。这怕是不太好吧？无妨，算我送你的。那魏长生见面便下毒手，要不是我有些手段，早已死在他炉火之下。他毫不顾忌，我自然也不能轻易放过他。我险些忘了告诉先生，魏长生此来是代表焚香门求传秘术的。秘术？你是说地藏本愿经？正是，此术对焚香门极为重要。若先生开口，这些法宝丹药都不算什么，往后修行所需丹药，焚香门恐怕都愿意奉上。我已经将此术送给苏姑娘了，你自行处置便是。先生赠我是先生大度，可机缘毕竟源于先生。焚香门若想求术，理应先问先生。不愧是清河剑派，佩服。不过焚香门为何如此在意地藏本愿经？名门大派秘术众多，总不至于缺这一门。焚香门认为这有可能是天书秘术之一，他们一直想集齐全部天书秘术，因此格外重视。天书秘术，师父从未提过这个，看来又是乡下散修的盲点。焚香门啊焚香门，既然是你们先动手，那就怪不得我狠狠割一刀了。苏姑娘，我看那位魏兄似乎还怀恨在心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我们这就去找他。也不知那焚香门一共收集了多少种天书秘术。苏姑娘，可否请教一二？据传焚香门已集齐10余门天书秘术，门下所学博杂，其中以太上丹经最负盛名，炼丹术天下第一。太上丹经，苏姑娘可知这经书的内容？哪怕只是只言片语。太上丹经是焚香门立派根基，传承极密，门中弟子尚少有人得，外人更无从知晓。除了这太上丹经，焚香门还有哪些天书？我所知有限，只听过灵虚真术、八门遁甲、鲁班书。焚香门弟子除修行外，还需兼学3门杂学，多半便出自医术、阵法、机关符咒这些门类。至于其他秘术，外人也只是猜测。飞了许久，
竟然都没追上那逃跑的魏长生。苏姑娘，有什么不对吗？魏长生不应该跑得太远，除非他故意躲起来，否则我们早应该追上了。能否用那占卜剑术来找到他？小心！万魂幡果然好用，难怪魔秀人惹一战，此宝攻守皆可，妙用全凭心意。别大意，你们招惹到大麻烦了。万魂幡果然好用，难怪魔秀人惹一战，此宝攻守皆可，妙用全凭心意。别大意，你们招惹到大麻烦了。师傅，刚才怎么一回事？我也不知缘由，但见过类似情况。卜算之法若牵扯修为远高于自己，哪怕沾上一丝因果，便会遭反噬。刚才那道剑光爆开，便是反噬。反噬？苏姑娘也是通玄境，魏长生不过刚上，莫非他身边有高人，才引得卜算反噬？我也不知详情，你最好立刻丢下他逃命。修士最忌被人卜算，对方多半已有感应，随时可能找来。苏纯一尚无还手之力，你若撞上，必死无疑。师傅，你让我扔下苏姑娘逃命？不然呢？他是清河剑派弟子，或许还能活。你不过蝼蚁，对方随手可杀。扔下他，你尚有一线生机，还能去清河剑派报信求援。孽徒，如今真不是妇人之仁的时候，你的小聪明没有任何意义，你也该为我想想啊！师傅，请恕徒儿不孝。藩内诸位，请护我师傅周全，有多远逃多远。孽徒！道爷，我们要追上去吗？追个屁！追上去一起死吗？还不快跑！那我们往哪儿跑？往南，去清河，哪怕只有万一机会，去搬救兵。不管受了什么伤，对修士来说，灵气才是根本。只要还能继续吸纳灵气，应该就能好转。苏姑娘，你感觉如何？剑气反噬，伤了经脉气海，不过并无性命之忧。也就是说，不能再御剑飞行了。抱歉，连累你了。苏姑娘，你都听到了。方才我只是灵气无法运转，并非完全昏迷。令师与你所说，我都听得见。瞒了许久，终究是纸包不住火。苏姑娘莫怪，我师父被我炼入万魂幡中了。不过当时是他求着进去的，可不是我欺师灭宗。先生此时还有心情说笑，我何时怀疑过先生？既然苏姑娘也听了我师父的话，那不知姑娘可有联络清河剑盘的办法？飞剑传书，还不如我自己御剑飞行更快，而且这法术需要大量灵气支撑。我如今是用不得这个法术。那我们还是快走吧。虽不知那所谓的高人什么时候找上门来，但此地绝不可久留。先生为何不听令师所言，将我留在此处，确实是最好的办法。我是清河剑派弟子，一般修士也不敢对我如何。你太小瞧魔头的狠辣了。即便真有性命之危，先生留在此处也只会受我连累。司门早言此行必有凶险，掌门亦叮嘱我福祸相依，催献之事既已圆满，这货量也该到了。苏姑娘，方才剑气反噬，你尚且护我在身后，我又怎能抛下你？我此生唯一愧事，便是瞒了你师父之事。如今我问心无愧，道心澄净，若弃你而逃，岂非自生心魔？我需要3日时间，才能恢复灵气运转。先生认为，我们如今应当如何应对？也不知惹上的高人是谁。魏长生，既是卜算魏长生才招来反噬，要么是焚香门前辈，那以苏姑娘身份尚可保命；要么便是厉害魔头，那魏长生多半已遭不测。名门弟子若是身印，师门长辈应会有所感应吧。既然如此，焚香门或许已经知道魏长生死因，必定会派出门派高人前来调查。苏姑娘，我们去焚香门，或许路上就能获得救援。施主，跟贫僧念一句阿弥陀佛。
我未长生，竟也有今日。若非那个小魔头，我怎会落到这般田地？天书秘术还没到手，怎能就这么回去？可如今都闹成这样了，还怎么换？哼，就算他肯换，怕也要狮子大开口。罢了，先歇一歇，再想对策。施主，贫僧问个路。当今佛门不过涅槃宗与慈心寺两支，这和尚乱发乌袍，既不像涅槃宗，也不像慈心寺，哼，多半是个撞了仙缘的假和尚，好狗不挡道。阿弥陀佛，贫僧本想问路，施主却恶语伤人，一看便知需要管教。今日正好渡你入正途，也算一桩功德。哼，邪门歪道，竟敢在我焚香门面前撒野！我看你是不知死活，这五仙炉便送你归西。好厉害的法宝，当真是狠辣无情。这不可能！施主满身戾气，行事乖张跋扈，不如跟贫僧念经，好降服心中之魔。我是焚香门弟子，你敢杀我，必将身受万劫而死。阿弥陀佛，佛眼之下众生平等，焚香门弟子也好，路边野狗也罢，贫僧皆一视同仁。来，施主跟我一起念阿弥陀佛，愿众生离苦，皆得安乐。这和尚既不敢动我，必定还是忌惮焚香门。待师门长辈赶到，定要将他千刀万剐。清河剑法，这崔县何德何能，惹来这么多名门正派的弟子？那是我苏师妹，清河剑派与焚香门乃世交，他定是来寻我的。你若不放我，便是同时得罪两派。清河剑派那位掌门确实是不好惹啊，不过贫僧又不是招惹清河剑派，贫僧这是日行一善，为你消灾解厄呢。快随贫僧念经，等你念完了，我还有话要问你。焚香门弟子宁死不屈，你要问便问，我绝不念你的魔经。你这滑头，难道不是该说要杀便杀吗？我念，我这就念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这才对嘛。贫僧日行一善，你好好接着便是。贫僧问你，你何时到此？可曾见过一个法号苦厄的和尚？没有，我刚到此地，还没到一天，不曾见过什么和尚。竟然算到贫僧的头上，看来那清河剑派的弟子还真是来找你的。你说你刚来崔县，但我却听闻崔县与清河剑派有些纠葛，已经持续了不少时日。不知道，我真的只是刚到崔县，从未见过什么苦厄和尚。对了，崔县之事是有人冒充清河剑派，掳走童男童女，苏纯一奉命查探，已来过数次。若苦厄和尚真在此地，他定然见过。唉，若是真让他碰上清河剑派的弟子，估计已经丢了性命。对，清河剑派向来辣手无情，多半是苏纯一杀了苦厄和尚。苏师妹修为在我之上，未必挡不住这疯和尚。你说的有理，缘法玄妙，随口一问，竟得线索。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莫慌，贫僧又非抽魂炼魄的魔头，方才念经之后，施主可觉戾气消了些？有，多谢大师指点，我日后定当将你千刀万剐，扒皮抽筋，让你神魂永生永世被劫火炙烧。哈哈，这才是你的心中所想吧？在贫僧面前，你可以不说话，但可不能撒谎骗我。你对我施了什么法术？这不是法术，是规矩。你随贫僧念了经，便算半个出家人。出家人不打诳语，想说谎先还俗。过几句经文，便能种下禁制。这和尚的修为绝不止通玄。大师饶命，我真没见过苦厄和尚，我既不能撒谎，所言自然句句是真。我信你，你确实没见过苦厄，不过你清河剑派弟子或许见过。贫僧不善不算，只好劳烦施主引路了。大师，我也不知道那苏纯一身在何处，你刚才都看到，他见光之快，我根本追不上。无妨，贫僧并非让你亲自去追。唉，可惜
看来你与那清河剑派弟子牵扯也不深，只能指出大概个方向。咦，怎么换方向了？这边是焚香门。清河剑派的弟子跑去焚香门，难道是要报信儿？这是又是他们！若不是这两人，我怎会落到这步田地？这里竟是苦厄和尚的葬身之处。他们杀了苦厄和尚，还立碑。阿弥陀佛，惊扰了亡者，罪过罪过。这草人可不简单啊！清河剑宗的弟子有这般手段，真不愧是天下第一门派。不过是不入流的验圣之术而已。刚入门的修士都会，有什么了不起？你就不想想，为何这草人会在此处？我们为何会在此处？是他们故意留下的。他们？你可没告诉我是两个人。你从头到尾说的都是清河剑派的人，想来这另一个就是这位散修陈烨，对吧？不错，我猜也是两个人。不管是谁做的草人，对方都是聪明至极。他料定贫僧不善卜算，便以染血草人作引。至于石碑前，诱贫僧寻到此地，这是豪赌，但他们赌赢了。短短时间能算到这一步，还敢冒险，胆大心细，确是个人物。那也是愚蠢之举。此物正如那本命法宝，正好可以施展淹圣之术。我若是对这草人下咒，他们反倒要遭了暗算。那你可以试试。你们也该尝尝被折磨的滋味。不好，有毒！自作孽，不可活。亏你还是名门正派的弟子，连这草人的精妙设计都没看出来。你以为他只藏了毒？错了，这草人符文精巧，一碰即碎，根本咒不了人。毒只是幌子。你方才下咒，等于告诉他们草人奏效，我们已被引到此地。自作孽呀！你若不动嗔怒，这草人便不会激发，或许还能瞒过他们。哼，往后一路怕都是这种草人，能不能追上就看运气了。至于你，怕是要摔成烂泥喽。先生，我已然无碍。苏姑娘，刚才可是有所感应？先生果然神机妙算，留在石碑下的草人已经破碎，我也受了些影响，不过并无大碍。还真是运气，那老摇头果然不善卜算。既然此物有效，那就不客气了。要拖到你伤势恢复，或者拖到焚香门的人赶来，我们就还有活路。走。先生，我们歇一晚吧。不行，谁知道那魔头什么时候追上来，也不知道焚香门的救援何时能到。万一只差这一段路，我们就真死得冤了。是我连累先生了。都到这时候了，还说什么连累？难道你现在让我丢下你跑？我知道先生不会，那就换我背先生。原来苏姑娘能跑这么快，这一整天拖慢脚步的竟然是自己。若这次能活下来，一定要尽快提升修为。苏姑娘，你怎么了？又有草人被毁了，也算是好事吧。这说明那人又被我们骗了。不对，正常人最多只会上一次当。第一个草人藏了毒，对方若是已经吃过亏，第二次就算找到草人，也该知道不能乱碰。除非……
阿弥陀佛，两位施主让贫僧一路好找啊！这草人骑鹿之法确实精妙，可惜施主运气不太好，贫僧只卷错了2次，第3次便选中了你们所在的方向。阿弥陀佛，此乃缘分也。阿弥陀佛，两位施主让贫僧一路好找啊！左右不过是个死。阿弥陀佛，大师追了一路，见了我等也不直接动手，想来是有话要说。你便是散修陈业，这一路上的算计都是出自你手？微末伎俩，入不得高人法眼。这可不是微末伎俩，草人精巧至极，既能做警示，又不致伤了这位女施主。如此分寸，绝非寻常人能拿捏。施主年纪轻轻便精通此道，我那苦厄徒儿死得不冤。苦厄和尚的师傅，果然是来寻仇的。那苦厄和尚是我斩杀的，你若是要寻仇，便杀了我。那苦厄和尚本有机会夺舍，是我断了他的后路。冤有头债有主，你要寻仇，便来找我。阿弥陀佛，两位都说是自己犯了杀戒，贫僧难以分清真假，不如要杀便杀，少拿考验人心那套龌龊手段。大师修为通天，却还对我们这些小蝼蚁耍心机，传出去不嫌丢人。死倒不可怕，就怕这老魔头想些折磨人的法子。真到那一步，倒不如我先抹了脖子。施主有所不知，苦厄究竟死于谁手，对贫僧至关重要。若查不清，此事便不能善了。阿弥陀佛，两位施主稍安勿躁，与贫僧一同念念佛经，化解心中戾气，一切便都明了。观自在菩萨度一切。这和尚在借佛经施术。观自在菩萨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玉兰宫谢大夫为富贵非曾。女施主，我那苦厄徒儿可是被你所杀。苦厄和尚肉身是我斩杀的。女施主果然守信，所言不虚。如此说来，我那徒儿的神魂是毁在陈施主手上了。苏姑娘，她早知道答案了。老和尚，别废话，你徒儿的神魂毁在我手上，我不但收了他，还将他逼疯，最后把他扔出去，跟另一个老魔头同归于尽。要动手，就快些。那施主你也跟我念一念佛经。观自在菩萨，书生如是老塔王妖兽经文。等等，施主你刚才念的是？不会吧？这老和尚不知道心经还有后半段。施主，你如何知道这心经还有后半段？出家人不打诳言，可不能胡编乱造。我不只知道心经，还知道许多佛经。想来你们涅槃宗多是残篇，我可替你们补全。有种便搜我的魂，只要我神魂损了半点记忆，损失的就是你们。陈施主误会了，贫僧可不是涅槃宗，贫僧法号方圆，来自慈心寺。但你说苦厄和尚是你徒弟，那苦厄和尚使的是涅槃宗开口禅，绝不会错。涅槃宗魔头才滥杀无辜，慈心寺虽是旁门，却从未作恶。慈心寺源自涅槃宗，神通相似，不足为奇。苦厄确是贫僧弟子，却早已堕魔叛寺，投了涅槃宗。贫僧追他80余年，可惜不善卜算，屡屡被他逃回宗门。直到他身死魂灭，贫僧才心生感应。此来崔县并非寻仇，而是谢二位替慈心寺清理门户。方圆大师，你若并非来寻仇，何必如此戏耍我二人？怪我，只因路上遇着个焚香门的弟子，我本想问个路，他便对贫僧下毒手。焚香门与清河剑派关系人尽皆知，贫僧还以为魏长生，他撞在你手上了。贫僧只略作惩戒，找到二位后便放他走了。此事错在贫僧，二位施主有情有义，贫僧这便磕头赔罪。大师，下次直接问就行了，不用这么吓唬我们这些小辈。一场误会，贫僧无意为难二位，只是急于寻出杀徒之人，才不得已逼问真相。急于？大师若是为报恩而来，又何必着急？贫僧自然是来报恩的，可旁人未必。陈施主，
贫僧方才说过，那孽徒早已叛出慈心寺，投了涅槃宗。你是说，涅槃宗会找我们寻仇？阿弥陀佛，陈施主果然聪慧。贫僧正是怕杀苦厄之人遭涅槃宗追杀，才急着问清真相。如今涅槃宗已知苦厄身死，或许比贫僧来得更快，再耽搁，只怕就来不及了。不知大师是何等境界？阿弥陀佛，多亏二位施主替慈心寺清理门户，贫僧才了却一桩心魔，得以突破反虚。两位请暂且歇息，贫僧先去打发了涅槃宗的妖僧。阿弥陀佛，该放下屠刀的是你们才对。先生无需羡慕，以你的天赋，反虚境只是迟早的事。苏姑娘的伤势已经恢复了。方圆大师丹药有奇效，我已经彻底恢复。此番遭难，反倒是让我修为更进一步。恭喜苏姑娘。先生是有心事，是在记恨方圆大师之前的冒犯吗？苦厄已死，方圆大师追了80多年的执念终于放下，如今剃去乱发，换回僧袍，倒真有了几分高僧模样。经过昨日，我想明白了，对方圆大师那样的人来说，我这等蝼蚁是否记恨，根本无关紧要。凡人100年之后，不过一抔白骨，与那些长生久世的仙人相比，确实不值一提。先生所言不错，人立于天地之间，本就渺小，可既然踏上修行路，便不该只做任人俯瞰的尘埃。我还以为苏姑娘，你会劝我不要消沉。先生若真会因此消沉，便不会说出方才那些话了。不错，感慨归感慨，修行归修行。既然明知道自己身如蝼蚁，就更应该把握如今。苏姑娘，你接下来就要回清河了吗？不错，我也该回清河苦修了。不过回去之前，我会与先生去一趟焚香门，促成天书秘术的交换。不去焚香门了？那魏长生被方圆大师教训了一番，想来是对我们怀恨在心。去了也只是自讨没趣，平添许多麻烦。可是教训魏长生的是方圆大师，为何他会对我们怀恨在心？这个说起来就复杂了。不过焚香门我就懒得去了，我如今只想尽快提高修为。等我将师父寻回，我就找个地方苦修去了。先生如今正需要加快速度气海壮大的秘术，不如随我回清河。清河水太清，我这种出身淤泥的小鱼去了也适应不了。那先生要去何处苦修？你准备去当和尚？我不是，只是慈心寺毕竟是旁门。苏施主，这话贫僧可不能当听不见。方圆大师，我并非有意冒犯。无妨无妨，苏施主所言也不错。慈心寺毕究是旁门，只有涅槃宗这等魔门坏了佛门弟子的名声，被世人误会也不奇怪。不过慈心寺一心向善，还请苏施主回到清河派时，能为我慈心寺长青一二，不要让贵派掌门误会。陈施主，我看你并非想要出家，相逢即是有缘，不妨开诚布公地聊一聊。大师慧眼，我只是想用心经换取慈心寺的宗门秘术。如今我刚到气海境，需要一门能加快气海壮大的秘术，想来慈心寺应该也有，只是不知道能不能换。能换，如何不能？不过不需要换。不需要？当然不需要。贫僧说了，此番来寻两位是为报恩而来，若是陈施主需要这个，送你又何妨？只不过慈心寺的修行之法多有忌讳，未必适合施主，而且肯定是比不了清河剑派与焚香门的秘术。大师客气了，对我这散修来说，能有就不错，哪能挑剔？不过这心经全文，难道大师不要吗？不如这样，施主你随我回慈心寺，我向方丈师兄说明一番，下一任方丈就由你来做，你看如何？不如施主随贫僧回慈心寺，下一任方丈便由你来做，如何？大师别开玩笑了，我可守不了清规戒律，你让我念经吃素是不可能的。吃素？慈心寺只戒杀生，不戒荤腥，
贫僧最爱吃肉，只是化缘全凭施主心情，难得开荤。不见杀，不闻杀，不为我杀。大师吃的3净肉是吧？不错不错，施主这说法精妙。我慈心寺日后便添一条规矩，非3净肉不可食。只是贫僧冒昧，施主究竟从何得到这些佛门秘闻？大师就当我天生知道吧。我们还是回到原来的话题，除了气海境秘术，我还想向慈心寺换几样东西。放心，不会让大师为难。阿弥陀佛，施主请讲。我要一门遁术，一件护身之物，再加些炼气材料、修行丹药，以及慈心寺所有卜算典籍。卜算？请恕贫僧说话直接，气海境的修士想要学卜算，实在有些好高骛远。大师放心，我自有打算。好，贫僧答应你。不过只是半部心经可不够。心经不够，那加上金刚经、华严经、阿难经又如何？陈施主，这些佛经莫不是你杜撰出来的？天地为鉴，绝非杜撰。不过晚辈多嘴一句，佛经也只是前人所悟，大师参熟即可，莫要尽信，可别看得入了魔。阿弥陀佛，施主独具慧根，真不准备出家当和尚吗？可惜可惜。这就是反虚境，化腐朽为神奇的本事，当真是跟仙人一样。贫僧未带典籍，只能先默写一份。卜算之术贫僧不通，待回寺后再替你抄录，连同丹药材料一并送来。只是护身神通，施主修为尚欠，贫僧一时也想不到合适的。大师，你可曾听过开口禅这门神通？当然知道，涅槃宗与慈心寺各有类似的传承，只是非佛门弟子怕是用不了。因为这门神通本质是向佛陀借力，非佛门弟子若要修行，怕是会受佛陀责罚。大师，我说的对吗？阿弥陀佛，施主知道便好。其实我更想问，慈心寺与涅槃宗供奉的是同一尊佛吗？非也，涅槃宗供奉的邪佛可不会普度众生，只会屠戮众生。慈心寺供奉的佛才是慈悲为怀。那我想请问，慈心寺供奉的佛来自何处？来自何时？因何而生？据我所知，慈心寺历史只有数百年，你们供奉的佛也就几百岁吧。施主，你难道想自己造一尊佛吗？有何不可？这，施主所问，贫僧答不上来，待我回去问过方丈师兄再来回答。你只要带着黄玉，贫僧便能找到你。多谢大师，我这就将经书给你写下来。贫僧这就赶回寺中，两位也尽快离开。昨夜贫僧击退了涅槃宗云心和尚的3重法相，那一掌虽够他休养100年，但涅槃宗未必不会再派人来。若有需要，贫僧可护送两位。大师护送先生即可，我伤势已经恢复。也对，清河剑派的御剑之术天下无双，寻常修士确实追不上。陈施主，你又准备去往何方呢？我需要先沿路返回，找到我丢失的法宝，然后既然是散修，自然是四海为家。或许随便找个偏僻之地，闭关苦修吧。若是如此，贫僧建议施主去白海谷，那里离慈心寺不远，也好有个照应。而且白海谷向来欢迎散修。